这猫有个怪癖，连医生都大为震惊。它1日3餐只吃泡菜，而且必须要够辣，饿了就会对着冰箱一直叫，因为冰箱里就有它梦寐以求的辣白菜。主人受不了了，从冰箱拿出了一片泡菜，小白闻了闻，几口就吃完了。看起来一片泡菜根本不够吃，主人又把泡菜和米饭拌在一起，给它做了个泡菜拌饭。但小白很挑剔，只吃了拌饭中的泡菜，1粒米饭都没吃。主人说小白是流浪猫，刚捡回来的时候它什么都不吃，直到拿出泡菜的一刻，它竟然两眼发光，一直叫个不停，才知道这猫喜欢吃泡菜。我们都知道韩国人喜欢吃泡菜，难道韩国的猫也都喜欢吃泡菜吗？随后节目组做了个实验，分别准备了4种食物。现在第1只猫登场了，只见它来回闻了闻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猫粮。第2只猫闻了闻泡菜，看起来味道不错呀，然后就选择了旁边的鱼罐头。接着1只3个月大的猫咪上场了，它直接就奔向了猫粮。你看，连3个月大的猫咪都知道猫就应该吃猫粮吗？最后到小白出场了，它都没看一眼猫粮以及鱼罐头，对着泡菜就开始干饭。主人觉得泡菜太辣，吃多了不好，于是把泡菜洗完再给小白吃。结果小白闻了一下，连连后退。小白心想，洗过的泡菜能叫泡菜吗？随后竟离家出走了。等发现它的时候，它正在垃圾堆里吃泡菜，吃得满嘴通红。小白为啥对泡菜这么情有独钟呢？该不会有什么毛病吧？主人带它来到宠物医院，医生听完也大为震惊。一番检查下来，小白身体却很健康，只能说它天赋异禀。不过呢，医生还是建议要少吃泡菜。主人也很听话，回家就给小白做了泡菜味的猫粮，把猫粮和泡菜混合在一起。没想到啊，天生傲骨的小白竟然配合吃了起来。那就希望小白尽快戒掉泡菜，做个正经猫咪吧。这只老鹰捕鱼时意外落水，已经在水面挣扎了好几个小时，捞起来才发现它的翅膀严重骨折，丧失了飞行能力。就在这时，救援人员还发现了一个更让人揪心的事，甚至还惊动了当地动物执法警察。就在距离落水不远处的树上，有一窝嗷嗷待哺的小鹰。救援人员观察了好几天，都没有看到幼鸟的父母，他们怀疑断翅的那一只就是鹰爸爸。如果没有食物来源的话，这几只幼鸟很可能会饿死。救助人员决定到树上一探究竟，看起来呢，2只幼鸟情况不太乐观，巢穴周围也没有任何新鲜食物的痕迹，幼鸟应该好几天没有进食了。救助人员用编织袋把幼鸟带下来，送到了救助站，给他们喂了一些食物后，很快呢就恢复了活力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救助，幼鸟已经慢慢长大，现在必须要让他们适应大自然。救助人员给他们搭建了专门的鸟巢，模拟大自然的环境，每天还会在不同的地方放置大块的食物，让他们学会自己进食。又经过了一段时间，幼鸟羽翼日渐丰满，大的已经长到了11斤。现在他们将要进行飞行训练，工作人员对鸟巢进行了扩建，更加适合他们练习飞行。这就是他们未来几个月的新家。为了训练他们捕猎，还在池子里放了很多鱼，可以看到池子旁边就有被他们吃剩下的鱼。经过长达6个月的饲养，他们已经完全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，是时候让他们回归大自然了。工作人员用网兜抓到他们，分别给他们戴上脚环，还给他们塞了2条鱼作为离别礼物。大家决定在离救助站比较近的地方进行放生，如果发生意外的话也比较容易发现。来到合适的位置，用力一抛，幼鸟在附近徘徊了片刻后，朝着远方飞去。之前落水的幼鸟爸爸经过救助，也恢复了健康，希望他们一家能在野外相聚吧。这对鸽子竟然霸占了猫头鹰的家，甚至呢还在猫头鹰宝宝面前下了蛋。要知道，谷仓猫头鹰属于猛禽，可以轻轻松松杀死一只鸽子。这就好比老鼠在猫的地盘生孩子，等猫头鹰父母回来，一场大战在所难免。7只小猫头鹰吓得缩在角落，对着2个奇怪的家伙骂骂咧咧，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，我是猛禽来着，还能被鸽子欺负了不成？老大第一个忍不了了，直接下嘴，接着呢就被鸽子教训了一顿。小家伙骂骂咧咧，有本事等我妈妈回来。来到晚上，猫头鹰爸爸叼着老鼠率先回到了家里，他也被吓懵了，这什么情况？他是万万没想到，现在猎物都这么主动了吗？公鸽子见此情形，直接丢下老婆孩子就跑了，一直呢都没再回来。母鸽子为了孩子，只能和猫头鹰殊死搏斗。猫头鹰属实没见过这情况，这还是鸽子吗？孩子们别急哈，我去叫你妈妈。很快呢，猫头鹰妈妈回来了，也被这一幕吓到了。2位母亲互相打量着对方，气氛一度显得很尴尬。猫头鹰妈妈率先发动攻击，鸽子呢为母则刚，毫不示弱，不停地用翅膀反击。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气氛呢再度陷入尴尬。不对啊，再怎么说这是我家啊，我去你的！来到第20天，可以看到小猫头鹰也只剩下了4只强壮的。突然呢，一对鸽子再次来到鸟巢，我们无法确认是不是之前那对鸽子，他们好像很满意这个地方，甚至呢还叼来了树枝，准备重新装修下。随后还下了2颗蛋。幼鸟们毕竟长大了很多，现在呢并不害怕鸽子，时不时对鸽子发起攻击。很快呢，猫头鹰爸爸回来了，看到这一幕非常不解，他把这对鸽子当成了之前的鸽子，这事他比较熟啊。接着呢就飞出去找老婆来处理，毕竟老婆有经验嘛。小猫头鹰没有放弃，继续和鸽子缠斗。这时呢，一只幼鸟咬住了鸽子，鸽子蛋被推到了一边，打斗过程中就被幼鸟踩碎了。鸽子伤心欲绝地离开了。接下来的11天内，
在左上角的监控可以看到，母鸽子一直徘徊在巢穴外，久久不肯离去。又过了10多天，小猫头鹰逐渐长大，羽翼也变得丰满，已经开始练习飞行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它们都离开了巢穴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巢穴呢，终于空了出来。没过几天，一对鸽子再次进入巢穴，希望这次它们能顺利孵化出小鸽子吧。这只鸭子在老鹰家里下了一窝蛋，结果把老鹰整崩溃了。对鸭蛋来说，最大的威胁其实并不是老鹰。老鹰看着一窝鸭蛋，显得非常困惑。昨天才交的女朋友，怎么今天孩子都有了？这幸福来的也太快了吧！他蹑手蹑脚走到鸭蛋前，仔细端详。那要不对个暗号试试吧？哎，你孤身走暗巷。不对，这蛋看着有点奇怪啊。还有这旁边的绒毛也不像我老婆的，我们都是白腹海鹰，哪来的灰色啊？这下呢，他彻底蒙圈了。整个事情的复杂程度完全超乎了他的认知。如果不是老婆下的，那误会我可咋办？算了，去找老婆问问啥情况吧。等老鹰离开后，鸭子再次来到巢穴，明显呢有点后悔。你说选啥不好，选了个老鹰的窝，但他并不想放弃自己的孩子。俗话说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。期间呢，还吸引来了一只鹦鹉，连鹦鹉都很好奇，竟然敢在老鹰家里下蛋。鸭子呢并没有理会鹦鹉，不过呢他学聪明了，离开巢穴前把蛋完美隐藏了起来。没一会儿，老鹰再次回来，没找到老婆不说，蛋还不见了。他都快崩溃了，想了半天还是想不明白怎么回事。不料老鹰前脚刚走，乌鸦就来了。乌鸦一眼就发现了隐藏起来的鸭蛋，接着还招来了同伴。鸭蛋看起来凶多吉少了，乌鸦扒拉了几下，鸭蛋就暴露在了眼前。看来呢今天有口福了。其中一只乌鸦叼起一个就溜了，这一幕被鹦鹉看在眼里，但也无法阻止。很快，吃完蛋的乌鸦再次飞了回来，想了想还是太麻烦了，就地解决吧。很快呢，一窝蛋就被吃了个精光，只留下了一地蛋壳。乌鸦离开后大约20分钟，鸭子回来就看到了一地蛋壳，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，站在巢穴外久久不能释怀。随后叼起破碎的蛋壳飞走了。几分钟后再次回来，一次次把破碎的蛋壳叼走。更让人费解的是，巢穴已经没有蛋了，但他仍然做出孵蛋的姿势，这可能是他的本能在驱使。最终呢，他好像也接受了这个事实，起身来到巢穴边，徘徊了一段时间后，消失在了镜头里。这种黑鸭呢，每个季节能产下2窝蛋，希望下一次他能选个安全的地方下蛋吧。白鹤咬死了自己的丈夫，却疯狂爱上饲养员，并成功生下了8个孩子。连饲养员都没想过自己会和一只鹤成为夫妻。这只白枕鹤是被人类抚养长大的，他以为自己是人类，对同类根本不感兴趣。为了让他繁衍后代，大家把他和一只公鹤强行关在了一起。包办婚姻果然不可取，丈夫被他活活咬死。动物园不甘心，又给他找了第2个丈夫，结果还是没能逃过一劫。从此白鹤成了动物园有名的黑寡妇，大家没办法了，给他找到了现在的饲养员。刚开始白鹤表现得很有敌意，饲养员只能在几米外给他投食。经过每天朝夕相处，他开始慢慢接受了饲养员。饲养员可以边抚摸边喂食，同时饲养员也注意到白鹤似乎对他格外感兴趣。当他俩独处时，白鹤会展开翅膀对他跳舞。刚开始以为是白鹤看到自己高兴，但他很快在其他白鹤夫妻中看到了同样的跳舞行为。饲养员终于明白，这是白鹤对自己的求偶表演。白鹤把他当成了伴侣，但人怎么能跟鹤在一起呢？饲养员也没有多想，为了不让白鹤失望，当他再次进行求爱表演时，饲养员会跟着一起跳。白鹤扇动翅膀，他就挥动双臂回应。为了表现得称职一些，饲养员还会帮他筑巢，因为这是白鹤夫妻会一起做的事。白鹤对饲养员爱得深沉，就连女记者和饲养员说话，他都会吃醋，在一旁不停示威。为了让他繁衍后代，等白鹤再次进行求爱表演时，饲养员偷偷对他进行了人工受精，最终成功生下蛋宝宝。饲养员却不敢让他孵蛋，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人类，如果他发现孵出来的孩子不是人类，可能会抑郁。于是饲养员偷偷把蛋拿走，进行了人工孵化。为了不让白鹤伤心，同时换上了几个模型蛋给他孵。他们于2004年相识，当时白鹤23岁，饲养员28岁，至今已经相伴了18年，一共生下了8个孩子。白鹤是一夫一妻制的动物，寿命能达到60岁。饲养员表示会一直陪白鹤走下去，这样的承诺也算是一生一世了。最后祝大家情人节快乐，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天下无双。这只狗每天自己赚钱买罐头，只见它叼着1000块钱来到一家商店，熟练的把钱吐在地上，买了1盒罐头，几口就干了下去。店主说他每天都会来5次，每次都会叼来钱。狗狗很聪明，知道罐头的价格，大额钞票还会让店主找钱，根本坑不了它。他每天不是买罐头，就是在买罐头的路上，凭一己之力拉动了当地罐头销量。他整天在街上溜达，一心想办法搞钱，只要看到有人手上拿着钱，他就会冲上去，不停的用爪子挠，失败了也不用慌，接着使用第2招，装可怜。
眼含泪水，深情地看着路人。没想到这一招也没奏效，不过没关系，勇敢狗狗不怕困难，直接跳起来抢，钱还真被他抢到了。接着屁颠屁颠的又去买罐头了，但他也并不都是靠这种方式搞钱。这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他，他偶尔会帮人看店，寸步不离，非常的上心。店主回来后就会奖励他1000块钱，用自己劳动换来的罐头，吃着格外的香。这已经是今天的第4盒罐头了。主人看不下去了，直接没收了罐头。主人说，刚开始他并不会这样做，有次带他去买罐头，他才意识到原来这张纸可以买到自己想吃的罐头。从那时起就开始向人撒娇要钱，口味也变得很挑剔，狗粮也不吃了，每天只想着吃罐头。但他体重明显超标了，为了狗狗的健康，医生建议以后尽量少吃罐头。街坊邻居们为了帮他减肥，决定以后不再卖给他罐头了。然而下面这只狗狗更神奇，这只狗狗怀胎10月，居然生了8只小猪，颜色各异，都很健壮，小孩都看懵了，连大人也惊呆了。狗是正经狗，猪也是正经猪，但现在狗狗正在给小猪喂奶，这是什么组合？狗狗会贴心的给小猪梳理毛发，舔得油光锃亮，而且非常护犊子。如果主人当他面拿走小猪，它还会变得焦躁不安，不管在哪里，只要听到小猪的叫声，就会立马跑过来。每天还会带着小猪遛弯，每走几步就会回头看看有没有掉队的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原来母猪生下孩子后就死了，主人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这时自己家的狗狗走了过来，这些小猪激发了它的母性意识，自愿给小猪喂奶。主人说，前几天狗狗的孩子断奶后都送人了，狗狗可能过于思念，母爱泛滥，于是就把刚出生的小猪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虽然小猪还小，但已经有了牙齿，它们吃奶时会让狗狗非常痛苦，每次被咬到，狗狗都会疼到发抖，但它并没有放弃，忍着疼痛继续喂奶。专家说，看起来给小猪喂奶并不是出于它的本能，狗狗是有意识这样做的，它觉得自己有义务照顾小猪。为了让狗狗保证营养，主人会每天给它加餐，希望它们都能健康成长吧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。2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，大鹅每天带着老婆在街上收保护费，还专门去烤鸭店收费。店主说，这2只鹅每天都来要吃的，一天就要来3次，不给呢就会对着门口一直叫。店主受不了了，会丢给他们一些鸭胗，吃完了就赶往下一家。虽然大鹅看着霸气，但非常疼老婆，会把好吃的留给老婆。他们不仅给店铺要吃的，看到街上有人吃东西，伸着脖子就冲了上去，不给呢就准备攻击。路人吓得连连后退，只能把食物丢给了他。有些人知道他们是这条街的恶霸，每次走这条路都会提前准备一点过路费，小孩也不例外。他们总是形影不离，但最近几天只看到了老公，他老婆却不见了，而且大鹅每次会把吃的叼走。我们决定跟着他，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找了半天，终于在一个小池塘里发现了他。大鹅的反侦查意识很强，觉察到被跟踪后，立马往山上跑，穿过各种小道，终于来到了他的家。只见他老婆安静地趴在家里，原来是快生孩子了。他每天给老婆叼来食物，就是为了让老婆安心待产。等老婆生完孩子后，他也会时刻张开翅膀守护着。人们被他们的爱情感动了，于是就把他俩一起炖了。于是就做了一幅海报纪念他们的爱情。不同于大鹅的白嫖，下面这只狗会赚钱养家。这个摊位老板是只狗，他知道每种蔬菜的价格。大妈来买黄瓜，狗狗示意他自己拿，大妈试探性的拿了几根黄瓜，看了一眼狗狗，确认过眼神，大妈丢下钱，愉快地完成了交易。如果需要找钱的话，顾客要自己找零，但狗狗会死死盯着，如果拿多了或者不给钱，它就会狂叫不止，根本骗不了他。顾客都觉得很神奇，但隔壁摊位老板却说这没什么，说狗狗和他儿子是一个学校的。这时吃完饭的主人回到了摊位，摸摸狗头奖励一番，但狗狗没有休息，急匆匆来到了男主人的摊位。男主人给他戴上墨镜，又开始新一轮的看店。当他在工作的时候，即使有人拿食物诱惑他，他也不会吃一口。然而他的工作还不止这些，会跟着主人去送货，熟练的跳上摩托车，戴上墨镜，再来个简易版头盔就出发了，站在车上稳如老狗。如果挡住了主人的视线，他还会懂事的低下头。到达目的地后，主人去送货，他就待在外面守着货物，任何人都不能靠近摩托车。时间一长也是累啊，偶尔会偷懒的趴一会儿。听到主人要出来，他立马又打起精神，一人一狗接着赶往下个送货地点。之所以这么努力的工作，是因为他要养孩子。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他迫不及待的回家陪孩子玩耍，这是他难得的休闲时光。